知不知道什么是白色恐怖？有听说过，知道，大概知道，大概是什么？民国40到50年应该是的时候，然后有点胁迫，就是不能随便乱讲话。就是限制比较多，然后大家过得比较战战兢兢这样。威权时期下的国民党政府对于台湾的掌控，国军刚到来台湾，从大陆那边因为文化或者是语言或习惯的不同，然后产生了一些误解，然后就是对台湾人有那个迫害的行为，然后蛮恐慌的这样子，台湾人蛮恐慌的这样子。跟他一样。是被政府打压的一些人，为了他们自己的自由去做一些抗争。对。但是印象没有很深刻，就对我来说是一个学校小时候有教我们这个事件，但是对我来说我没有特别去记住这件事情。对。一般台湾人的家庭会讨论这件事吗？其实不太会，因为这个是有点敏感的议题。我们家也不太会讲这些，因为可能年代有点遥远这样。我们家不会，我们家也不会。为什么？本来家庭就不太会讨论历史相关的事情，只是比较会讨论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。他们就是在那个生活下长大的，我的家长对，所以他们就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，是可以讨论的，是可以被讨论。我家里应该不常，比较家里不会主动去提起这件事情。不会。完全不会。为什么？可能对我跟我的家庭来说，这个事件已经有一段距离了。我跟那个事件的情感其实没有连接得很深。那学校呢？学校会学吗？学校的话，大概是国中或高中历史课才会提到，但如果是跟历史没有相关的课堂，基本上不太会特别讨论。学生间也不太会讨论这方面的话题。好有趣。课本有提到，但我觉得篇幅没有到很多啊。小学或中学就是多少会有这一点的，那可能会因为版本的差异，或者是老师的那个背景，或者是老师个人因素，他多一点少一点来去讲到这一块。但就是比较偏向说，就是讲解课本那方面，而不是去深入探讨说，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？有提过，但是好像会跟政党的关系有一些影响，像国民党或是民进党，他们对教材会有一些改变。像他们就觉得这个事件不应该被交给我们的小孩，可能对他们会有一些影响或者什么的，所以我不确定现在的学生有没有学到这件事。你知道白色恐怖跟228有什么差别吗？我以为是一样的，他们是不一样的，他们其实是不一样。228好像比较早，这个我不知道，但是228的源头是烟吗？对，就是茶气走私的烟。这个比较清楚一点。反正恐怖比较算是比较长期的，228是一个事件。228应该是一个事件，那白色恐怖也是跟228有点关联，那它就是后面长达一段时间，一个跟社会的一个氛围有关的一个感觉。我也是觉得白色恐怖比较像是人们心里的阴影，然后所把它反映出来，然后在现实层面上给它一个名词去界定说，这是一个白色恐怖，就比较偏向心理层面。因为228是历史的既定事实，然后我们再由他们自己的感受，然后去给他们一个定义。我自己对228的印象是台北有一个公园，就是专门纪念这些事件，但我就到这边。那你们知道228有多少人死吗？我觉得我们之前可能有教过，但是我忘记。200多人吗？我猜可能100到200左右。1万，差不多，我觉得十几万以上吧，至少。这个不知道，我们没有研究到，或者是仔细的去学到这一块，比较少会谈论到，就是真的确切的人数2000左右。我要说标准答案吗？18000到28000。很多。白色恐怖，你们知道是多久的时间吗？印象中大概可能是10年左右，也是10年左右，好像是民国40左右那时候。然后什么时候结束？大
大概可能民国50或50出头，51、52那个时候。多久哦？ 30几年啊，讲这么久啊？要说要戒严吗？四五十年吗？差不多吧。 20-30年大概。大家回答。大概50。想要标准答案吗？40年。然后你们知道那段时间，如果你的想法不一样，你会被抓，然后被虐待。你们知道大概有多少人被抓吗？印象中之前老师有提过，就是可能看跟当时政府限制的思想相关的书籍也会被抓。那我觉得可能书籍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有超过1000吧，就是有上千人。1000。我要猜一个大的，我猜10几万，5万吗5万，不知道确切的数，我也不知道。7、8万。14万。然后多少人被拘了？一半吗？14万的一半，7万。我猜个一半好了，7万。7万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确定。5000。也是差不多1-2万吧，刚刚差不多。没有。哦，没有那么多。2万多。没有。5000。咦，很接近，3000到4000。哦。好恐怖哦！谢谢你。谢谢。突然想到有一部电影是不是在讲这个返校嘛？对。